就现代海战而言，闪电航母才是未来。美国对外作战的节奏就是大势派遣航母领衔的航母打击群，小势派遣两栖攻击舰，也就是闪电航母领衔的远程打击群。2008年，美国海军启动了两大工程：福特级航母与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时至今日，福特级首舰已经服役，美利坚级也已经服役2艘。福特级的性能无需多言，问题是美利坚级能否承担远征的重任？就实力而言，完全可以称美利坚级为航母。就拿美利坚级的首舰美利坚号来说，全长257米，宽度32米，比黄蜂级长23.5米，飞行甲板宽3米多，空间面积增加 22%， 主要增加了2个，分别长 6.4 米和 17.1 米的舰体区域。美利坚级的满载排水量 4.5 万吨，已经是世界现役最大的两栖攻击舰。排水量和长度都接近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母，只是美利坚级没有弹射器和拦阻索，只能部署短距起降与垂直起降的飞机。美利坚级的动力系统与美国海军以往建造的黄蜂级、塔拉瓦级、硫磺岛级不同，后三者采用了蒸汽轮机动力系统，而美利坚级则采用了柴电燃联合推进装置，最大航速22节。至于舰载武器，没什么可说的。根据美军的作战设想，在实施高强度两栖作战时，将由舰载机提供空中掩护和火力支援，宙斯盾舰提供海上防御，所以两栖攻击舰主要以近程防御为主。美利坚级的主要配置就是拉姆防空导弹、NSSM 以及密集阵。美利坚级最大的优势还是空间大。首批建造的美利坚级前2艘被称为 Flight 0，着重航空武力的强化，有 45% 的基础结构沿用马金岛号，但是取消了无舱，并将两栖攻击舰上的侧舷医疗区空间缩减了2/3。这些空间被挪用给飞行设施，让美利坚级的尺寸在与黄蜂级相同的情况下，飞行甲板更长，机库更大，维修区、储存空间、油料库也更大，可同时容纳2架 MV-22B 的维修舱。油料库能够一次性注入3400吨油，几乎是马金岛号的2倍，足以满足战舰连续45天不间断巡航。美利坚级的标准配置就是6到10架 F-35B、12架 MV-22B、4架 MH-53E、8架 AH-1、3架 UH-1Y 以及2架 MH-60S， 数量接近40架。其中 F-35B 执行近距空中对地支援、滩头支援和战场攻击任务， V-22 则是登陆作战运输机，可以运载24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者12副担架及医护人员。当然，实际编组还是取决于任务。以上的搭配是常规模式，如果是制海模式，搭载 F-35B 的数量可以达到20架以上，并且能运载接近1个团的两栖陆战队兵力。正常情况下，美利坚级的机库可以停放8架 F-35B 战机。虽然机库面积更大，但是因为无舱取消，无法再通过登陆艇向滩头运输主战坦克等重型装备，削弱了两栖登陆作战能力。不过美利坚号服役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最终从3号舰开始，美利坚级又恢复无舱，被称为 Flight 1，将缩小舰桥体积以腾出机库空间，保留一部分无舱结构，并且增加了颈甲板，并采用了甲板外漂设计，可以保证舰载机数量不会出现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同时搭载2艘 LCAV 气垫登陆艇或者1艘 LCU 通用登陆艇。美国海军计划建造11艘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目前已经建成2艘，第3艘布甘维尔号2023年就已经下水，预计2024年5月服役。那么这款排水量超过 4.5 万吨，搭载20架 F-35B 的美利坚级能否肩负美海军威慑远洋的重任？虽然两栖攻击舰与航母的外形很相似，体积都大，都有飞行甲板，但是二者的作战任务完全不同。航母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远洋上争夺制空权和制海权，而两栖攻击舰的任务就是支援、掩护、配合登陆作战。一般情况下，两栖作战就是在航母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之后，两栖攻击舰再组织登陆作战。当然，任务什么的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作战方式。
在二战期间，各国军队的登陆艇一般都是最原始的冲击抢滩战术，目的就是将人员和装备直接送上滩头，然后实施攻击，直接硬碰硬。但是随着二战后各国岸防火力的增强，特别是岸舰导弹的出现，这种战术就等于自杀。当然，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答案就是两栖攻击舰。其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60年代，美国海军总结二战经验，提出了一些海战新理念，比如垂直登陆、超视距登陆。这些概念的核心就是利用直升机、气垫登陆艇等装备，搭载人员和物资，避开敌军的防御火力，在对方的雷达系统之外发起攻击，加快登陆速度。于是美国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款专门搭载直升机和登陆部队的两栖攻击舰，也就是硫磺岛级，满载排水量 1.8 万吨，可以搭载20余架中型直升机以及1700余名陆战队员，主要功能就是运兵。问题就是登陆方式太过单一，无法输送重型装备上岸。第二阶段就是1970年，美国海军提出均衡装载的理论，也就是把陆战部队呈舰制塞到一艘军舰上，包括陆战人员和各种装备，一次投送就形成一个单元。成果就是塔拉瓦级，满载排水量4万吨，除了搭载直升机和陆战队员，还增加了一个可以容纳4艘大型登陆舰或者17艘小型登陆艇的坞舱，以及3000平方米的车库。不过直升机的弱点很明显，火力弱，生存几率低。如果是垂直登陆，那么两栖攻击舰就需要更强大的空中作战能力。第三阶段是在1980年代，新型气垫艇 AV-8B 垂直起降飞机的发展，促进了第3代两栖登陆舰黄蜂级的研制。在这一时期，美国提出了超视距登陆作战理论，核心就是在敌方发现作战意图前，利用直升机、垂直起降飞机以及高速气垫艇实现快速登陆。只要条件允许，登陆部队都会采取垂直登陆的方式上岸，只有重型装备、装甲兵和后勤补给物资才会从水面突击上路。美军研究的成果就是黄蜂级。而当前的美利坚级可以算是两栖攻击舰的集大成之作。美利坚级与 F-35B 的结合，使得美军在两栖攻击舰平台上实现接近中型航母的作战效果，而这也是美国海军追求的东西。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早期常规动力航母逐渐退役，美国海军意识到核动力航母出动率偏低的问题，核设施的危险性导致航母只能在极少数拥有相关能力的厂家维护，降低了航母的出动率，而常规动力甚至可以一边开一边由舰员自行维护。于是美海军将目光放在与普通中型航母吨位相当的两栖攻击舰上。在经过黄蜂级8号舰马金岛号的验证后，美利坚级就顶着闪电航母的头衔开建。2019年10月，在东太平洋进行例行训练时，美利坚号首次搭载13架 F-35B 进行实战部署，确认了从两栖攻击舰转换成闪电航母的能力。为了能搭载更多的战机，美利坚级放弃了进出登陆艇的坞舱，以扩充战斗机燃料和弹药储存舱室。毕竟航母的战斗力不是在于搭载舰载机的数量，而在于舰载机出动效率。于是美利坚级增加了 F-35B 的后勤保障以及维修保养空间，也只有这样 F-35B 才能快速挂弹、加油起飞执行任务，而不会因为维护不足只能待在机库充当数字。这也是美利坚级放弃坞舱、缩减医疗空间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美军还根据闪电航母开发了一系列战术。201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提出了闪电航母与分布式航空作战概念，并将海军陆战队的登陆作战划分为3个阶段。首先，部署两栖舰船，建立前进基地；其次，海军陆战队与海军航空兵实施对地联合打击；最后，陆战队远征部队以连为单位抢滩登陆。其中，在第2阶段时，如果敌方的威胁较大，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就必须根据战场态势组织小型的 F-35B 战机分队进行分布式航空作战，增加行动的灵活性，降低伤亡。同时，海军陆战队在前沿部署多个移动的补给基地，为 F-35B 战机提供补给，进一步扩大 F-35B 的作战范围。而闪电航母的概念就是利用两栖攻击舰搭载 F-35B， 发挥类似航母的作战效果。目前，美军一艘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最多可以搭载20架 F-35B 战机、MV-22 以及其他各型直升机，可发挥1/4福特级航母的战斗效能，可以独立作战，也可以支援航母编队，
重点是便宜，一艘美利坚级的造价为30亿美元，而福特级航母的造价达到了133亿美元。而且直升机与垂直起降飞机在起飞时不要求母舰逆风高速行驶，所以两栖攻击舰不追求高航速，并且飞行甲板的设施简单，不需要设施弹射器和拦阻索，在维护方面比航母低得多。加上核动力航母妥善率的问题，两栖攻击舰的成本效益远远高于航母。同时，美国海军还以此演变了另一个概念——火力加强版远征打击群。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海军在2023年8月组建了全新的远征打击群。之前的美国海军要么是派出3到4艘军舰组成的两栖戒备大队，护送海军陆战队执行特别任务，要么是派出航母战斗群对危机地区实行威慑或打击。前者一般由两栖舰船组成，自身攻击能力很难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后者则是队伍庞大，反应速度较慢。而远征打击群的概念就是利用两栖攻击舰的优势，提高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打击能力。从舰艇构成上，远征打击群以一艘两栖攻击舰为核心，包括3艘小型两栖战舰、1艘攻击型核潜艇、1艘导弹巡洋舰、1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导弹护卫舰。虽然舰队规模比航母打击群小，但部署更容易，并且攻防兼备。注意重点，这是早期的远征打击群。在2016年的时候，美国就提出了火力加强版远征打击群，包括1艘两栖攻击舰、1艘船坞运输舰、1艘船坞登陆舰、3艘宙斯盾舰、1艘核动力攻击潜艇、1个 F-35B 战斗机中队以及1支陆战远征小队。无论是分布式航空作战、闪电航母，还是火力加强版远征打击群概念，都是以美军现役的两栖攻击舰为主体，以 F-35B 战机为核心，提高编队的灵活性，确保一支打击群就可以独立解决中低烈度的冲突。所以火力军的答案就是美利坚级完全可以满足美军远征作战的需求。而且在闪电航母还没有出现之前，两栖攻击舰在美军内部的存在感就已经很强了。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在波斯湾部署了包括6艘硫磺岛级两栖攻击舰、拉萨尔号两栖指挥舰在内的数十艘两栖战舰，上面部署了 1.8 万名海军陆战队员。根据最初的设想，多国部队将在科威特海岸进行一次代号为沙漠军刀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结果各位也都知道，沙漠风暴空中作战行动太过顺利，沙漠军刀计划被迫取消。美军的两栖特遣编队也只是在科威特海岸进行了5次小规模的两栖作战。在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美军出动了19艘两栖战舰，编为2个两栖特遣队和3个两栖戒备大队。战争开始后，这些两栖舰队除了担负大量兵力和装备输送、两栖登陆、海上拦截等传统作战任务之外，还多次参与航空防御识别等任务。闪电航母的概念出现之后，两栖攻击舰的作用就更大了。火力军完全可以说，闪电航母才是未来，轻型化才是航母的发展趋势。除了美国发展闪电航母，欧洲国家的航母也趋向轻量化。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等国家新研制的航母没有一个超过3万吨的。韩国的马罗岛号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 1.9 万吨，意大利的里亚特级排水量 2.5 万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级与日本的出云级排水量也只是2万吨左右，都属于轻型航母，具备起降一定数量的固定翼舰载机能力。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航母轻型化才是未来。虽说轻型航母的战力比不上那些10万吨的变态航母，但是从作用上来讲，与那些大型航母没有丝毫区别。大型航母能做的事情，轻型航母同样能做。现在轻型航母再度兴起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有用，它能满足海军的作战需求，可以夺取制空制海权。现代海军可以粗暴地分为2类，有航母和没航母，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制海制空权。战舰打天下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的海战都是空海一体化，在这方面航母就是最优的选择。只是在高强度的对抗中，使用航母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的军事冲突基本上都是低烈度战争，派航母就有些大材小用，于是两栖攻击舰、直升机登陆舰这些本来用于两栖登陆作战的战舰就有了新的用途。F-35B 现在已经服役了，这些海上作战平台也有搭载固定翼舰载机的能力，这就可以当做航母的低配版本，好用而且花费少。除了价格优惠，轻型航母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建造难度低。航母这种武器和其他武器不一样，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及科技实力，想要拥有航母无异于天方夜谭。而轻型航母的建造难度远远小于大型航母，它从建造上避开了2大难关：弹射器与拦阻索。
轻型航母只需要采购垂直起降战斗机就可以上舰作战了。对于海军工业体系不是特别强的国家来说，没有比轻型航母更友好的选择，价格优惠，建造便宜，功能与航母没有差别，谁又能拒绝呢？当然了，一分钱一分货，轻型航母虽然有低成本低维护的优势，但是没有弹射器和拦阻索，意味着不能起降大型舰载机，而垂直起降战机携带的弹药十分有限。虽然对于小国而言已经够用了，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轻型航母更多的是战力的补充而非替代，在高强度的作战中夺取制空权的任务一定是大型航母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闪电航母还有什么优势？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